家好，我是可可，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樱桃小挂件，看一下，特别的可爱。还有一款那个小熊，这里没有拿过来。然后咱们这个是送这个钥匙圈，还有这个铃铛的。这个颜色呢，也是尽量的按照咱们图片上就是所配的这个颜色送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也是随机给大家送的。看一下咱们这个每个这个小动物呢，它的这个主体还有这个小叶子，这个钩法呢都是一样的。主要就是咱们这个小动物这个脸部具体的地方不太一样，主体都是一样的哈，主体都是一样的方法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学习吧。首先呢，拿出咱们的这个钩针，咱们材料包里是给大家配的这个双头的钩针。咱们在用的时候呢，用这个2-0的这一头就可以了。我视频中呢，就用我平时比较常用的这个钩针就可以了。拿出咱们的线，因为咱们这个小挂件它的主体都是一样的钩织方法，所以我这里是随机拿出的一根颜色的线。大家在钩的时候呢，就拿出，我现在钩的是这个主体，就是看一下你买的是哪一款，然后根据咱们图片上这个颜色，拿出这个主体图片上相应对应的颜色来钩。我这里是随机拿的哈，因为这个颜色录视频的时候比较清楚，所以我用这个颜色做演示。好，看一下拿线的方法，咱们这样子，右手捏住线头，左手张开，这样张开，从里往外绕小拇指一圈，经过食指和中指，这样子拉回来，然后再从中指和无名指中间拉出去，绕一圈拉回来。这个线头长度呢，大概留个10厘米左右吧。然后中指这里有一个交叉点，咱们用大拇指给它按住，拿出咱们的钩针，这样子拿，好像拿笔一样，这样子拿钩针。看一下，钩针从这个中指的这个线圈里面穿针，之后钩针放在这根线的上面。这根线注意一下咱们的这个扯线的力度，不要这样子太紧或者太松，这样子松松的都是不可以的。尽量呢，只要把这根线是直的，只要是直的就可以，不需要拉太紧哈。咱们这样子钩头朝下，这样子挂线给它拉出来。现在钩针上有一个线圈，然后咱们这样钩针在线的左侧逆时针绕线，从钩针上的这一个线圈里拉出来。注意在拉的时候，咱们可以钩针上提，这样子看一下，这个钩针和线圈中间有一点缝隙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咱们钩头朝下，尽量让它这个钩头的位置对准这个钩针和线圈的这个缝隙，这样子拉会比较好拉。新手在拉的时候可能就是不太会拉，这里就是建议多练习几次就可以了。好，现在钩出来的这个是一个固定针，咱们用手扶住钩针上的线圈，左右晃动一下，这是一个固定针。好，说一下这个线圈，这个线圈拉出来之后不要太紧，或就是太紧的话就是这样子，钩针在里面看一下动不了，不太好动，这样子就是太紧了。咱们可以这个手
力度给它放松一点，然后把钩针这样子线圈拉大，这样子就是可以让这个线给它勾得松一点。现在这样子拉的肯定就是太大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咱们再给它收紧一点。只要钩针可以在里面自由活动，咱们可以记住这个线圈的大小，记住这个感觉，尽量的用同一个力度来勾咱们的这个玩偶，这样勾出来的比较好看。注意好这个线圈的大小哈。想让它松一点，就这样子上提钩针，它就可以变大；想让它紧一点，就可以这个左手食指这样用点力，它这样就是紧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咱们开始钩6个短针。看一下 R1 6X，X 代表的就是短针的钩法，就是6个短针。好，看一下短针的钩法。从这个中指的大洞里穿针，这样子钩针在线的左侧，逆时针绕线勾出来。钩针上现在有2个线圈，钩针在线的左侧，逆时针绕线，从钩针上的2个线圈里拉出来。注意钩的时候可以钩头，不是这个钩针上提，钩头朝下，这样子钩，慢一点，这样子给它拖出来。好，这里有一个微型的辫子针，就是咱们的第1针，咱们一起来看一下。这个位置看到没有？我针穿的挑起的这2根线，这一根线和这根线组成了一个微型的辫子针，这里就是咱们的第1针的位置，咱们一定要好好的看一下这个辫子针，方便咱们后面个认针孔。好，然后呢，咱们用胶扣把这2根线给它穿过去，这样子给它扣上。好，这是第1个短针，咱们按照同样的方法再把剩下的几针给它勾过来。看一下，从中指的大洞里穿针，逆时针绕线勾出来，注意这个线圈大小哈，线圈的大小。好，然后钩针在线的左侧，逆时针再从钩针上的2个线圈里依次拉出。好，这样2针，从大洞里穿针，注意咱们在绕线的时候尽量幅度大一点，就是这样子绕线幅度大一点，确保勾住整根线再拉。这样的话就是不容易勾分叉，就是分叉其实也是没关系的，咱们只要这样绕线勾住整根线，这样子勾出来的就是没问题的。好，3针了，大洞里穿针，绕线勾出来，钩针上有2个线圈，再绕线从2个线圈里依次拉出。好，4个短针了，穿针绕线勾出来，钩针上2个线圈，再绕线从2个线圈里依次拉出。好，如果这里感觉速度快的话，可以调咱们的这个倍速，调成0.5倍速。大洞里穿针绕线勾出来，2个线圈，再绕线依次拖出。好，第六个短针了，咱们这里可以用胶扣做一下标记。如果对短针还是不懂的话，可以联系咱们的客服要这个短针基础小视频看一下。好，把这个线圈拉大，咱们来数一下这个针数。这个粉色胶扣，这里是第1针，对吧？你看微型的辫子很明显的哈，就是如果你勾的特别紧的话，可能这个花型不太能看出来，所以不要勾太紧哈。看一下第1个胶扣，1、
2、3、4、5、6，对吧？这个是最后一针，6针，把钩针穿回去，然后咱们收线圈。收线圈呢，咱们直接拉这一个短线头，右手扶住这里，这样子使劲拉，好，拉好线，在第一针交扣位置做引拔。引拔的作用呢，就是首尾相接，首尾相接，对吧？咱们得连接在一起，才能形成一圈。在第一针位置入针，把交扣取下来，挂线拉出来。钩针上呢，现在有2个线圈，然后咱们直接把前面的线圈从后面的线圈里拖出来，这就是引拔针。好，引拔完之后，这里也是有一个微型的辫子的，但是咱们引拔是不做针数的，所以这里咱们给它拉紧，可以用右手扶住钩针上线圈，这样子拉，看这里变紧了。如果用钩针拉不动的话，可以把线圈拉大，然后咱们用手指这样子拉。好，拉紧之后呢，如果感觉这里还是有一个小洞，咱们可以继续拉这个短线头，使劲拉，这样中间就没有缝隙了。咱们来立一个辫子，这里这个辫子是作为第2圈的起立高度。看一下辫子，钩针在线的左侧，逆时针绕线之后，直接从钩针上的线圈里拉出来，这就是一个辫子。好，咱们来看一下第2圈编织规律。第2圈编织规律是6微，微代表的是加针，这里代表的是加针。加针呢，就是每一个这个辫子孔里勾出来2个短针，每一个这个辫子孔里勾出来2个短针，就叫加针。好，咱们来看一下钩法。钩法其实还是短针的钩法。第一个交扣位置穿针，挂线拉出来，钩针上2个线圈，绕线依次拖出。好，这里扣出来的这个 V 型的辫子就是咱们第2圈的第1针，扣上交扣，然后咱们还是在这个针孔穿针绕线勾出来2个线圈，绕线依次拖出。好，这样子呢，咱们这一个加针，一组加针就给它完成了。咱们下一针孔入针，挂线拉出来，绕线依次拉出。好，还是刚才那个针孔入针，2组加针，咱们就是同一个孔里勾出来2个短针，就叫加针。好，3组，4组，5组，最后一针交扣取下来。好，还是最后一针。好，这里最后一针呢，咱们继续用交扣做一下标记，把线圈拉大。咱们来数一下这个针数。这一圈钩完之后呢，咱们应该是12针的。第一针粉色交扣，第一针，第2针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对吧？咱们就是每钩完一圈都要数一下针数，然后呢，咱们做这个引拔针和起立针，这个就是每钩完一圈都是必不可少的哈。在第一针交扣位置，咱们做引拔，挂线拉出来，然后直接把前面的线圈从后面的线圈里拉出来，把线圈拉紧。好，再立一个辫子，咱们开始钩第3圈。看一下第3圈的钩法，这编织规律呢是 xv 括号乘以6。看括号，括号里的规律是一个短针一个加针，然后呢，这个数字6代表的是
括号里的这个规律重复做6次，是6次哈。6次做完之后呢，正好咱们第3圈是钩完的，就是这样子，短针加针，这样是1次，短针加针2次，短针加针3次，这样子把这一圈做完，做完正好是6次。咱们来看一下，第一针交扣位置入针，挂线拉出来，一个短针，下一针做加针，所以还是这个针孔入针。好，完成1组，完成2组，一个短针，一个加针，3组，一个短针，一个加针，4组，一个短针，一个加针，5组，一个短针，一个加针，6组，最后一针交扣位置给它做上标记，然后在第一针地方咱们做引拔，挂线拉出来，直接拉出来，拉紧。好，这样子第3圈就钩完了。咱们看一下圈数怎么看。这里这一个圆圈是一圈，1、2、3，所以现在就是第3圈钩完了。咱们或者这样看一下，1、2、3，对吧？3圈钩完，然后咱们看一下正反面，这一面面对咱们自己的这一面是正面，然后看一下反面。首先呢，有这个短线头，还有这样一根一根横着的这个小线，看一下这样横着的一条一条的，有这样的线。好，这是正反面的区分。然后呢，咱们看一下第4圈一直到第6圈是不加不减的钩18个短针，就是4、5、6、3圈，咱们都是钩不加不减短针。不加不减呢，就是每一个针孔，每一个这个微型的辫子里面钩一个短针，就是遇到一针钩一针，1对1的这一种钩。好，咱们来立一个辫子，就是每钩完1圈都要数一下针数，然后做引拔，再做一个辫子作为起立，这个都是必不可少的哈。咱们来给它正常钩短针，就是这样子1对1的钩短针。好，第一针用交钩做标记哈。然后呢，因为咱们这个毛线的工艺性呢，咱们每一团毛线都是有1到3个接头的现象，咱们就是看一下怎么遇到接头怎么来处理。不止接头哈，就是咱们在换线呀，或者遇到脏线，都是用同样的方法。因为咱们这个毛线是机器缠的，所以有可能会沾上机油。咱们来看一下怎么来处理。就是换线啊，也是可以用这种方法的哈。这里打一个结。比如说咱们在钩着的时候看到一个线头，对吧？咱们在距离线头大概15厘米左右的地方，就给它钩好这个短针，停下来，然后呢，咱们把这个接头给它剪掉，或者这一段脏线给它剪掉。剪掉之后呢，咱们看一下，这里呢，咱们先给它这样下一针穿针，挂线拉出来，钩针上有2个线圈，到这里就不要动了，拿出咱们新的这一段线，给它拿好线，这里大概留个几厘米的线头，这样子给它按在织物的后面，给它用中指给它按住，然后咱们绕这个新的这一根线，绕线从钩针上2个线圈里依次拉出。
好，然后下一针入针，把这两根线头放在钩针上面，给它压一下线头，大概压个几针就可以了。钩法呢还是正常钩，就是给它压一下线头。好，这样压几针之后呢，这个地方就可以给它断掉了。如果感觉这根线碍事的话，也是可以给它剪短的。这里注意一下，这根线剪短呢，就是咱们起针的这根线，不要靠根部剪哈，稍微留出一点点，这个大概1厘米左右，留出一点线头。好，咱们这样子1对1的钩，这样子遇到一个辫子钩一针。最后一针取下来，扣上胶扣，第一针位置做引拔，再来立一个辫子，咱们来继续给它钩，不加不减针。就是这样子1对1的钩，咱们一直到能把第6圈给它钩好它，就这样子1、2、3、4、5，现在钩的是第5圈，咱们自己来钩，把第6圈给它钩完它。好，现在呢已经钩到最后一针了。咱们就是每钩完1圈都要数一下针数的哈。第一针胶钩取下来，做引拔，拉紧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咱们开始钩第7圈。第7圈呢，咱们编织规律是一个短针，一个减针，这样子为一组，咱们重复做6次，6次正好是把这一圈给它钩好，就是这个括号里面的重复做6次哈，一个短针一个减针，一个短针一个减针，这样子做。先来立一个辫子，咱们钩一个短针。好，这里有一个新的针法，就是减针。咱们把这个线圈拉大，看一下减针。减针呢，咱们是用的隐形减针。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微型的辫子。看一下这个微型的辫子，对吧？这个辫子是由这根线还有这根线这2根线组成的这个微型的辫子。咱们减针呢是只挑外半针，就是靠近咱们自己的这一根线，这样子穿针，然后下一针目也是只挑靠近咱们的这边的一根线，这样子穿针。减针就是只挑外半针哈，减针就是把这2针变成1针，就叫减针。这样子穿外半针，然后针头绕一下，下一针也是只挑外半针，这个样子。咱们用钩针来试一下，看一下，这样子挑外半针，钩头这样，再下一针也是只挑外半针。好，然后呢，咱们绕线，钩针上现在看一下，钩针上现在有3个线圈，绕线先从前2个线圈里拉出来，现在还剩下2个，再绕线，然后从后2个拉出来，这样子就是一个减针。然后咱们下一针位置给它做短针。咱们看一下下一针的位置在哪里，
可以看出来的哈。看一下，这里这一针的外半针被咱们钩减针了，所以这里是咱们的下一针。看一下，咱们拉一下这个地方，这个钩过的地方，这里是钩过的，这里是没钩的，所以这里是咱们的下一针。下一针钩一个短针，然后咱们再来钩一个减针。看一下，这一针接下来的2针变成1针，这样子只挑外半针，下一针只挑外半针，然后咱们可以现在用手指给它这样子按住，因为咱们这2针是需要做减针的，所以这一个针就是咱们的下一针，咱们用手指给它按一下。钩针上现在有3个线圈，绕线从前2个线圈拉出来，绕线从后2个线圈拉出来，好一个减针。然后呢，咱们下一针入针的地方就是咱们用手指给它捏住的这里。好，绕线钩出来一个短针，再来钩一个减针。好，如果对减针还有不明白的呢，可以联系咱们的客服，要这个减针的基础视频来看一下，或者也是就是可以咨询咱们的客服的哈。就是这样子，一个短针一个减针，这样子是一组。咱们重复把这一圈给钩好，最后一针取下来，咱们是一组减针。好，脚口钩上，在第一针脚口位置做引拔，拉紧线圈，把线圈拉大。因为呢，咱们钩到这里，咱们开始给它塞填充棉了，塞这个填充棉哈。这样子给它塞。可以再给它塞一点，这里也不需要塞太多哈，太多的话就变形了，给它变形了，而且硬邦邦的也不太好。就是只要让它看起来饱满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好，就这样吧。然后咱们拿好线。把钩针穿回去，然后把线圈拉紧，之后，把填充棉一定要给它压下去哈，一定要给它压下去，尽量的不要勾到填充棉。立一个辫子，然后呢，咱们第8圈编织规律是6组减针，就是直接两两合并。就是2个短针变为1针，两两合并就可以了。这里呢，咱们第一针可能挑外半针，这样子不太好挑。如果第一针大家挑不起来的话，也是可以直接在第2针的地方直接给它钩一个短针。如果可以挑起来的话，咱们就还是正常的钩减针。如果挑不起来，就是给它钩这个第2针的地方给它钩一个短针就可以了。挑起来就是这样子，正常钩。咱们这一圈就是直接两两合并哈，尽量不要钩到填充棉，可以钩的时候用中指给它压一下这个填充棉。好，然后最后一针了，先把脚口取下来。最后一个减针，然后在第一针脚口位置做引拔。好，接着呢，咱们给它断线。这里断线呢，大概留个30厘米线头。
然后把线这样子给它拉出来，这样子咱们这个主体就给它勾好了。主体勾好了，咱们按照同样的方法再给它勾出来一个，总共呢是2个的，总共是2个。看一下咱们这个都是2个的，对吧？都是2个，所以按照同样的方法，咱们把另外一个小球也给它勾出来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咱们开始勾这个叶子，这个叶子的部分。首先呢，拿出咱们购买的这个图片上的这个叶子的颜色，这个颜色都是不一样的。我这里用这一根线做代替哈。然后看一下拿线方法，咱们右手捏住线头，这样左手张开，从里往外绕小拇指1圈，经过食指和中指，这样用大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头，钩针在线的下方，逆时针绕线，钩针这里有一个交叉点，用手指给它捏住，钩针在线的左侧，逆时针绕线勾出来。然后咱们用手指捏这个短线头，右手上提钩针拉紧。好，这里呢就是一个起针。好，咱们来钩16个辫子，这样绕线之后，从钩针上的线圈里拉出来1个辫子，绕线拉出来2个辫子，绕线拉出来3个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。好，第15针咱们可以用手指给它这样子按住。16。接着呢，咱们在倒数第2针，也就是咱们用手指按住的第15针上面，咱们开始给它往回勾1个短针。看一下第15针，这里咱们看一下入针的位置。入针呢，咱们是在这个 V 型的辫子，有这边1根线，还有右侧1根线。咱们呢是在左侧，全部都是在左侧这样子入针，就是这样子穿针。好，第15针的位置上面倒数第2针，第1针、第2针，在这上面挑这边的1根线，入针，挂线拉出来，钩针上有2个线圈，绕线从这2个线圈里依次拖出。好，这里形成了一个 V 型的辫子，就是咱们的第1个短针。用胶扣来做一下标记，扣上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咱们是钩一个中长针。看一下中长针呢，咱们是先绕线，之后再入针。入针呢，这里是咱们钩过了，所以在下一针挑线也是只挑1根线，这样子入针，逆时针绕线，挂线拉出来，钩针上现在有3个线圈，绕线从这3个线圈里依次拖出。好，这里呢就是咱们的一个中长针。如果对中长针不懂的，可以联系咱们的客服要这个中长针的基础视频看一下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咱们钩3个长针，接下来1、2、3，这3个孔里都是钩中长针的哈。看一下中长针的钩法，也是先绕线，绕线之后在下一针的位置入针，也是只挑这边的1根线，入针，挂线拉出来，钩针上现在有3个线圈，这里注意一下哈，和这个中长针不一样的，有3个线圈，绕线先从前2个线圈里
勾出来。好，现在还剩2个，咱们再绕线，从后2个剩下的2个线圈里再给它勾出来，这样子就是一个长针。咱们继续绕线，在下一针这条这边的一根线入针，挂线拉出来，有3个线圈，绕线通过前2个线圈，绕线，再从后2个线圈给它勾出来。好，2个长针，再绕线，下一针入针，挂线拉出来，3个线圈，绕线通过前2个，绕线通过后2个。好，这个呢就是长针的钩法。如果对长针不懂，可以联系咱们的客服要长针的基础视频看一下。好，长针钩好之后呢，咱们来钩一个中长针，看一下中长针也是先绕线，之后入针，挂线拉出来，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咱们绕线，一次通过3个线圈，一次通过。好，这个就是中长针。钩好之后呢，咱们下一针钩一个短针，短针先入针，挂线拉出来，钩针上有2个线圈，绕线一次拖出。好，这是短针。然后呢，下一针咱们钩引拔针，看一下引拔针，先从这个线圈里入针，挂线拉出来，钩针上有2个线圈，直接把前面的线圈从后面的线圈里拉出来，这就是一个引拔针。钩好之后呢，咱们再来钩一个短针，一个短针入针，挂线拉出来，2个线圈，绕线一次拖出。好，一个中长针，3个线圈，绕线一次拖出。好，再来3个长针，3个线圈通过。在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千万不要把线钩分叉了。通过前2个，通过后2个。好，一个长针钩出来，通过前2个，通过后2个，2个长针。3个长针。钩好之后呢，咱们来钩一个中长针。3个线圈，绕线依次拖出。然后呢是一个短针了，这里这个短针正好是咱们的最后一针了，一个短针。好，这样子呢，咱们就把这一面给它钩好了。剩下来呢，咱们这样子把它这样子拿，咱们就把这个辫子，这里是这个辫子剩下的另外一根线，再给它按照同样的刚才这个同样的规律再来给它钩。看一下，就是按照这个规律括号里的再来给它来一遍。好，咱们在这里第一针的地方入针，钩一个短针，一个短针绕线，下一针孔入针，可以把这根线放在钩针的上面，给它藏一下。3个线圈，绕线一次拖出，一个中长针，再来3个长针，3个长针，就是这一侧的这个入针的位置，就是咱们上面一侧剩下的这个辫子剩下的一根线。编织规律呢和刚才的另外一面是一样的。这里如果感觉快的话，可以返回到刚才的那一侧。编织方法咱们给它看一下，一个引拔，入针，挂线拉出来，直接拉出来，藏个几针就可以，这根线就可以给它断掉了。然后咱们再来一个短针，一个中长针，3个长针，一个了，两个，
一个中长针，一个短针。好，钩好之后呢，咱们在第一针交扣位置给它做引拔，直接拉出来，拉紧，断线，大概留个几厘米就可以，10厘米、20厘米也可以。断线之后呢，咱们给它穿上缝合针，给它从这个孔里给它穿过来。不好穿的话，也可以给它把线放在手指上，这样子给它搓一搓，它就进这个针孔里来了。不会搓的话，咱们就正常给它穿针。穿针之后呢，咱们这样子看一下，这一面是咱们的正面，另外一面是咱们的反面。就是咱们在钩的时候，面对自己的一面是正面，然后这个后面长线头，咱们给它断线头的这个是反面。咱们正面对着自己，这里是咱们的第一针位置，第一针做引拔的位置。这样从后往前，在第一针的地方穿针，之后再从旁边的一针，从前往后再给它穿针。然后咱们来到反面，给它随便调几针长线头。如果你实在找不到这个前面后面也是没关系的，就是你看一下，好看的就是正面，好看的就是正面，就你只要喜欢嘛，你感觉哪面好看哪面就给它做正面也都是可以的。好，这样子长几针之后呢，就可以给它断线，断线。这样子咱们这个叶子就给它钩好了。接下来呢，咱们钩一下这个绳子，就是这一根绳子连接咱们这个主体和叶子的这个绳子。一般咱们这个绳子的颜色和这个叶子是一个颜色。拿线方法，捏住线头，绕，拉过来，右手捏住线头，这里注意一下，这个线头尽量留长一点，因为咱们待会儿需要缝在主体上面，大概给它留30厘米左右，尽量长一点哈，千万不要留短了，咱们待会还得缝合呢。钩针在线的下方，逆时针绕线，交叉点捏住，绕线钩出来，这样拉紧。好，这就是咱们起针方法。咱们这一根线呢，我这里是钩25个辫子，就是具体的呢，就是可以根据大家的喜欢，如果喜欢长一点呢，也可以给它加几针，如果短一点给它减几针也都可以的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。好，钩好之后呢，咱们给它断线。断线注意，大概也是留30厘米左右。断线之后，直接把线圈这样子拉大，给它拉过来，这样咱们两头都给它留线了。好，现在咱们这个主体和这根绳就给它钩好了。然后呢，咱们把这个绳和这个叶子给它系一下。在系一下之前呢，咱们首先拿出这个小圈圈，给它套在上面，套在里面。这样子把这个圈尽量放在这个叶子上面的地方。好，下面呢，咱们给它打结。拉紧。咱们注意打结的时候哈，注意这两根线一定要让它
这个长度是差不多的。这样子给它调整一下，尽量的让它长度差不多，拉紧。好，这样子呢，咱们就给它固定好了。这里一定要给它拉紧哈，一定要拉紧。固定好了。接下来咱们看一下怎么连接在主体上面。拿出咱们这个勾好的主体，先拿出这个叶子上面这一根绳的这一根线，给它穿针。之后呢，咱们从这个主体这个洞眼里穿针。穿针，这个样子，给它往下拉，就是注意哈，一定要把这根线，这个细线没有辫子的这一根线，给它拉过来，让它露在外面的都是这个辫子的这一根线。好，拉好之后呢，咱们从这个同一个，因为颜色不同嘛，咱们从这个针孔里出针，所以还是从这里入针。这样穿，给它拉一拉，稍微拉紧一点哈。这样子给它来回穿，这样拉一拉。因为里面有填充棉，所以正好给它缠住了。就是同一个针孔出，然后再从这一个针孔给它入针。好。来回穿个几针之后呢，咱们再从这个洞眼里给它穿出来。之后呢，咱们在这个辫子上面随便挑一针，这样拉，不要拉完。咱们从这个线圈里面给它针，这样子穿过来，拉紧，给它打一下结。好，再从这个洞里面穿过来，好，再给它来回穿几针。好，然后就可以给它断线了。这样把这根线这样给它弄到里面去，然后咱们再来给它收一下这个小主体上面的这一根线。就是无论哪一款这个樱桃挂件，咱们这一部分咱们都是一样的哈。好，看一下，咱们这样顺时针方向直挑这根线，这不是一个微型的辫子针吗？咱们就是直挑外半针，这样顺时针方向直挑外半针，这样给它穿起来。这样依次。这样边穿边给它拉紧一下，这样呢起到一个收口的作用。这样依次给它穿过来，拉紧。好，拉完了，然后呢，咱们从旁边的针孔入针，
这个颜色一样的话，咱们可以给它上下跨一圈，这样垂直下面或者上面，这里入针，这样给它穿几针。注意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拉的时候不要太用力哈，你看一用力的话它就变形了。这样子不要太用力。好，这样子给它藏几针就好了，多余的线头给它剪断。好，然后咱们按照同样的方法，把另外一根也给它固定一下，另外一个这个小球也给它固定一下，同样的方法哈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咱们开始钩这个小猪的这个鼻子，咱们拿出这个和鼻子一样颜色的线，就是这个粉色线，咱们这样子拿线，用手捏住，拿起钩针，绕线，交叉点捏住，绕线，钩出来，拉紧。好，这是起针。咱们来钩3个辫子，绕线钩出来1个、2个、3个，然后咱们在倒数第2针上面钩一个短针，挑线也是只挑这边的一根线，这样穿针绕线钩出来1个短针，这里用胶扣做一下标记。接着呢，在下一针位置，在这同一个针孔里，咱们是钩3个短针，1、2、3个短针，然后咱们在下一针孔钩一组加针，穿针之后把这根线放在钩针上面，给它压一下，1个短针，还是这个针孔入针，短线头放在钩针上压一下，2个，好，一组加针完成。在第1针位置，咱们给它做引拔，直接拉出来，拉紧，好，断线，把线这样子给它拉出来。好，这样子咱们猪鼻子就给它钩好了。咱们可以在第1针做引拔的地方，这样子入钩针，这根线给它拉到前面来，然后呢，再从相邻的这一针上面穿针，把这根线再给它拉到后面去。这2根线呢，咱们给它打个结，再来打一个结，拉紧，好，断线。注意不要靠根部剪哈，稍微留出一点点线，只要从前面看不到这个线头就可以。好，这个鼻子就好了，然后咱们来给它缝一下这个鼻孔，鼻孔呢是用咱们这个主体颜色的线，剪一小段就可以。然后呢，咱们抽其中的一股，这样找出一股，用左手扶住这里，这样拉，好，这根线就给它取出来了。咱们给它穿上针，
用一根线，所以一长一短就可以。咱们给它这样子。穿过去，然后这2根线在后面打结。鼻孔就是2根竖着的这一根线，打结，打2次，4结之后给它断线，也是不要靠根部进。然后咱们把这个猪鼻子固定在这个猪蹄上面，咱们在固定的时候这样子，这里是正面，这个猪蹄自然垂落，这个位置咱们就给它放在正面，就是咱们的脸部。咱们的猪鼻子呢，大概就是在这个位置。数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，就是1、2、3、4、5，站着第4和第52行。数一下，1、2、3，所以猪鼻子是在这里。然后呢，咱们大概呢横跨着是3针。看一下上面，咱们要想一下这个眼睛的地方，这个眼睛中间是隔3针，1、2、3，对吧？所以咱们猪鼻子尽量就是这样子对着，就是千万不要给它装在这个样子，那么咱们缝眼睛就不是对称的了。1、2、3。是对着的，这样子，咱们待会好缝眼睛的。这个一定要先找好位置找好位置。这里是咱们的右边对齐的这个地方。然后呢，拿出咱们的胶棒，然后呢，这个打火机咱们是自备的因为咱们这个是快递是违禁品，不允许这个系打火机的。咱们尽量用下面蓝色的火焰来烧胶棒，大概烧5到8秒钟就可以。然后给它涂抹在这个鼻子上面，尽量的快一点因为胶棒干的比较快。涂一下之后呢，给它粘在上面。按一会儿，给它粘住。好，这样子就给它粘好了。然后呢，咱们来给它缝一下眼睛。拿出咱们这个眼睛颜色的线，穿针。咱们从后面入针，随便找一针孔入针。这个眼睛就是这样子，跨一行，然后中间隔3针，再往上来一圈，然后从最开始入针的这个针孔，同一个针孔从这个针孔出针。穿过来，
不用拉太紧哈。这样子咱们这个眼睛就给它缝好了。在后面把这2根线给它打2个死结，拉紧，再来打一个，拉紧，然后给它断线。注意不要靠根部剪，稍微留出一点点长度，然后把这个给它塞回去，塞到里面去。好，这样子眼睛就给它弄好了。然后呢，咱们来勾一下这个耳朵，勾一下这个耳朵。耳朵呢，大概是在这个两侧的地方，两侧。耳朵看一下，耳朵下边的这个位置和眼睛上边是同一高度。高度是和眼睛上面是同一高度，然后呢是分布在咱们这个两侧的位置，有点往后了，在这个位置咱们这样子穿针，就是这样子随便穿，这样子穿针，这个两侧拿出咱们的线，这样拿线，这里留出几厘米，大概10厘米吧，这样子按在这个主体的后面，绕线勾出来，然后咱们立一个辫子，绕线从钩针上的线圈拉出来，这里是一个辫子，还是从刚才穿主体的这里穿针，之后把这一根线放在钩针的上面，绕线勾出来，钩针上有2个线圈，绕线依次拖出。好，这是一个短针，咱们再来立2个辫子，一个辫子，咱们在这个辫子上面可以给它扣一下胶扣，也是扣这个 V 型的辫子，从前面看是一个 V 型的辫子，从后面看呢就是一根线这个样子。然后咱们再来立一个辫子，好，2个辫子之后呢，咱们再这样子转一下，咱们在这个扣胶扣，咱们挑后边的这一根线，在这个位置入针，胶扣取下来，这样挂线勾出来，钩针上2个线圈，再绕线依次拖出。好，然后呢咱们再往上一圈的这个地方入针，把这根线放在钩针上面，咱们给它做引拔，挂线拉出来，然后直接把前面的线圈从后面的线圈拉出来，再来立一个辫子，绕线从钩针上线圈拉出来，拉紧。好，这是咱们耳朵的钩法，给它断线，把这个线拉出来，然后咱们把这2根线给它藏在后面，可以一根一根的藏，从这个相邻的就近一个针孔入针穿出来，然后这个地方另外一根线也给它收一下，好，这里就可以给它断线。这样咱们就给它钩好了一个耳朵，然后呢咱们在这个位置先钩耳朵上面的这一圈，这样子往下做引拔，这里呢是耳朵下边的位置，这里呢是耳朵上面的位置，
一定要两边够对称哈，这样子入针，眼睛往上一圈，这位置入针。方法呢和刚才的那个是一样的，勾出来立一个辫子，还是从这里入针，把这根线放在钩针上面，钩一个短针。好，然后呢咱们再来立一个辫子，这里可以扣一下条扣，做一下辅助。好，再来立一个辫子，然后绕一下，从交扣后边的一根线入针，交扣取下来，钩一个短针。好，然后在耳朵下方，就是这个眼睛同一高度了，在这里入针，线放在钩针上面，咱们给它做引拔。好，可以再来立一个辫子，断线，把线拉出来，拉紧。好，把这两根线再给它藏一下。然后就可以给它断线。两只耳朵尽量勾的一样哈，尽量的一样，不要相差太多，太多的话就给它拆掉，重新勾。好，这样咱们这个耳朵就给它勾好了。咱们可以给它涂一下颜色。这个腮红呢，咱们店铺里也有卖。如果自己有腮红的话也是可以的，没有这个棒的话，咱们可以用棉签代替。咱们在耳朵中间，咱们蘸了之后，可以在手上面先给它弄匀，之后再给它涂耳朵中间的地方。然后呢，再来给它涂一下它的脸部，轻轻的哈，轻轻的在手上给它调匀，之后给它打在这个脸颊上面，两边尽量一样。好，这样子咱们这个小猪就给它完成了。咱们按照同样的方法，把另外一个也给它做一下。之后呢，咱们就是打开咱们的这个卡圈，看一下怎么打开的。这样子，这个手往下使劲，这个右手大拇指往上使劲，这样子，再往两边拉。先上下分开之后，再往两边拉，就给它打开了。打开之后呢，这样子给它穿在上面，然后把铃铛给它挂上面，这样子。再给它这样子扣上，咱们这就给它做好了。